嘿，大家伙早喽！3月14号星期四清晨，我把麦克风别这儿了，听了一位观众的建议，不知道效果怎么样，感谢。刚才还去南博宫的遗迹那儿，本来想看看那有没有土路可以跑，但是不太合适，脚腕还是疼，但是有好转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还是跑少一点吧。之后咱们回评论，我又准备了小条贴在了胳膊上。这个地方，看这个地方顶层现在有围栏呢，是一个塑胶跑道，但是它商场的说明写的是早上9点才开，但是我想去看看。你看远处的隐约的红色的云彩日出，现在6点19，日出越来越早了。进去看一眼进不去。你看整个这个商圈是封着的，要9点才能进，那就不行了。去大阪城，那上面是一圈3条道的塑胶道，我好像节目里拍过，有机会咱们上去跑跑。但是那一圈没有400米，应该相对小一些。今天比昨天好，今天没有昨天那么疼了，然后感冒也比昨天有好转。明天休息日，应该差不多就快缓过来了。所以一次比赛的代价还是挺大的，是不是？那红绿灯没赶上，绕一圈吧。那咱们就开始回评论。第一位小伙伴说，看我的心率低，是不是跑步都不出汗，一出汗感冒就好了？我是不怎么出汗，现在这个强度，包括昨天也是，但是出汗感冒就好了，其实是个也不能说错吧，就是它不是很准确。因为感冒你出汗之所以觉得好呢，是因为鼻塞呢什么的就会好转，但是呢它治标不治本，因为本身的原因是你有病毒或者细菌侵袭了您的黏膜，然后它就有红肿热痛，它才会造成这些问题。等您凉下来以后呢，它又会重来的。就感冒不会让病变好，就抱歉啊，出汗不会让感冒变好。谢谢您。跑马拉松能不能用葡萄糖当补给？不行，葡萄糖太快了。就是大家看能量胶的成分都是有各种糖组成的，就太快也不行。葡萄糖你喝进去，你瞬间你这就血糖就飙升，大起大落也不好，太慢也不好。一般我感受的能量胶就是10分钟到15分钟开始有效果，有感觉。大体重跑者跑步的时候试着跑1公里快1公里慢，跑完特别累。想了解这种训练合不合适，其实只要您能承受就合适。但是呢，作为大体重的爱好者，我还是建议先减重。你也不用太刻意，既然是大体重嘛，你就坚持锻炼。因为大体重很可能你以前不锻炼。我之前分享过很多次，不用跑太多。我一开始跑步的时候，每天就跑3公里，就很快就能瘦下来。等您瘦下来了，就会轻松很多。160X 6.0的消息有没有？其实说有一点点消息，但是就不在这儿说了。
可能不会很快，但是我还是很期待，因为他们从3.0开始做的就很不错，感觉找对了方向。不过昨天我看有一位小伙伴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也不一定没道理，就是近些年的国产跑鞋也越来越贵了，这就造成说在很多二级市场或者奥特莱斯买 Nike 或者买阿迪达斯也已经不是一个更贵的选择，但下一遍就得看竞争了，就是在同一个价位上的竞争。但是有竞争对消费者是好事。3月31号跑石家庄马拉松，自测呢30公里4分50平均配速有余力，高时预测的4分47，有没有可能性4分40？我觉得可能性不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还有一位小伙伴的问题，我们一起说。这位小伙伴说，5分以外的跑者后程掉速，是不是要就是多增加长距离训练，还是把每次的距离都变长一些？这两个问题咱们一起说。我的判断，5分钟以外，或者说4分50以外，平均配速跑马拉松的选手，几乎都是会掉速的，并不是说他是用配速衡量您的会不会掉速，而是说用配速来衡量您的训练水平，还有您当前的能力。如果您一个月跑得多，月跑量多，跑的时间又长，那不太可能是这个配速，除非您是老年人或者是有身体原因，那这配速其实就反映出来您的竞技水平。在这个竞技水平下，后程不掉或者说不抽筋儿可能性都是不大的，所以要把这个时间留出来。那怎么解决呢？其实提高马拉松水平就是提高训练水平，训练水平包括强度跟距离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就甚至包括我现在提升距离、提升跑量是最有效的办法。您的跑量上来了，您相信我，您不会一直那么慢的，因为你跑得多了，能力强了。人总是，你有10分的力，你可能会想着用7分，你不可能有10分的力，你总说我用2分，对吧？人都有好胜心的，这是我的一个观点。所以我建议您增加每一次训练的量，在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。另外那位跑者也是，我觉得您可以按照4分45的配速启动，跑到24公里的时候看。如果您24公里的时候开始觉得很累了，那我觉得可能30多公里肯定会掉，那就保住4分50的配速。而且我们对自测有没有余力的判断，包括我自己，有的时候也是不够客观的，因为判断都是在跑完之后一停你就觉得哎呀没事了，还能跑。不是给您泼冷水，但是客观面对。试没试过能测心率的耳机？没有，但是我觉得不靠谱，因为光电心率这个事情，传感器的大小、光的强弱是起决定作用的。手表现在都做不好，我觉得入耳式的可能还凑合，因为耳朵里的毛细血管多，然后呢皮薄，对吧？要是骨传导式的，再加上它有震动有晃动，几乎不太可能有太好的效果吧。我没试过啊，只是个人判断。就不停的在流鼻涕，看看啊，有点看不清了。哦，跟我一样的伤，3月31号的比赛，那也是石家庄吗？
说走路的时候不疼，跑步就疼。我现在也是，一开始的时候是走路都疼。刚开始跟大家说的时候，那时候脚腕动都疼，就是那天去电川河边跑步那天。现在是我这个强度几乎已经不疼了，很快会好的。我建议您认真停训2到3天，因为3月31号还有时间，停2到3天已经不影响了。然后看看表现，用药，没事儿的。另外一小伙伴也说，感觉是跑量增加要比强度增加更容易受伤。您说的对，是的，因为跑量其实是决定一个人训练水平很关键的一环，而强度其实往往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。你就说我今天跑一个强度，这个强度也就是它不会有持续性的影响，而跑量是有持续性影响的。所以跑量的影响就是对受伤的影响也大，但是呢，对成绩的影响也大，就是这样。前面看到一帮人，不知道是不是认识的人。我这伤就是冬训的疲劳积累，加上比赛之后的爆发，没有其他的。是后藤先生他们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哎呦，早晨好。哎，小伙伴会说早晨好。那位女士会讲几句中文，有的时候挺感动的。比方说那天下雨，碰见大会员先生跑了一段，然后碰见了野口先生。回来野口先生就在群里说，今天下雨，看到几位小伙伴一一点名，然后说各位辛苦了。还有过年的时候，田井先生、田中先生他们，还有平田先生，都是我一看就是有意学的，跟我讲新年快乐。田中先生很腼腆的，所以加量是会有受伤的风险，但是呢，这也是成长的必经过程。如果总在舒适区，成长的就慢，不能说完全没有。人就是得突破自己的极限，带来伤痛，然后把伤痛让它愈合，再突破极限，螺旋上升嘛。比赛自己带水行不行？这样不用进水站，不行啊！您费劲减下去的1斤体重。1瓶矿泉水就1斤体重啊，肯定不行。进水站没事的，像我半马那个极限配速进水站也没事儿。然后是想更快，只能变成力量型选手。您说的也对，但是呢，猛的一听呢，可能小伙伴们会误解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力量型选手不是练块儿。看本田先生出现了，蒙德桑，还有本田先生穿的今年大阪马拉松的 T 恤。为什么说速度对马拉松业余马拉松爱好者难呢？就是说力量对业余马拉松爱好者难。因为你练大肌肉群、练块儿没什么用，但是呢，小肌肉群又不好练。第一，要很专业的指导；第二呢，大部分靠跑。真的，跑步需要的小肌肉群，很多时候只有靠跑步才能练到。然后就又回到那个万年不变的话题：我跑不了那么多怎么办？我跑不了那么多强度怎么办？所以没办法，我有时候跟自己也开玩笑说，梦里什么都有，但是我真的做不到了，就不是说完全做不到，但是真的很难很难。
所以慢慢来吧。但是这位跑者说的对，力量决定步幅。有人说柔韧性决定步幅，不全对，因为你再有柔韧，你没有劲儿也没用。而大部分人的柔韧性足够1.5米左右的步幅了。我现在要是能把马拉松的步幅弄到1.5米，我就230了。最后一个，专业马拉松人群里身体情况怎么样？就是健不健康，容不容易得病。这还是那个话题，马拉松运动对普通人来说，就算您跑的像我这么多，或者还有比我更多的，长远来看对健康都是有利的。短期，比方说冬训的大跑量、比赛的大强度，短期对身体肯定是有害的，但是长期的有益都是靠短期的有害来积累的。这就像你练肌肉，我去举铁，举完铁以后肌肉有撕裂，撕裂的地方在愈合，就会变得更粗更壮。那短期是有害的，因为它撕裂了；长期看是有利的。不能什么事儿都看以后，这样的话呢活不在当下，但是呢也不能什么事儿都看眼前，这样的话以后会比较暗淡。慢慢来，一步一步来。就像我们跑步一样，看前面的20-30米的地方，既不远也不近，又能看到希望，又能感受当前的地面，就挺好的，好吗？那行吧，咱们训练之后见，我直接就回家了。现在到家差不多不到10公里的样子，看能不能绕到10公里。3月14号星期四清晨7点训练结束，晨跑结束，最后一个训练日轻松跑吧，跑了10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半，心率131。今天有明显的好转，又比昨天好了。今天腿在很慢的情况下已经不疼了，但是呢，在特定的踝关节的角度上还是会疼，就是内侧那，快起来会疼，走路已经不疼了。所以明天休息日再轻松跑一个晨跑，后天慢慢的恢复。这个月弄不好跑量只能在400上下徘徊了，但是也就这样。你说努力了1年，其实就是几乎是1整年，因为去年1年没有跑目标赛事，去年1整年出到大阪去跑东京马拉松很忙碌，之后波士顿呢目标不一样，之后就再也没跑目标赛事，没有跑所谓的我自己的 A 类赛事。今年跑了一个目标赛事，也是继差不多这3年来，从2021年开始，我就没有这么努力的跑过一场全程马拉松了。2022年的北马虽然很努力，但是因为准备的很仓促，并没有从心里那么努力，所以感觉还是挺好的。尤其是时隔这么多年，又找到了那种在赛场上拼杀的感觉。从去年的2场半马到今年年初的半马、全马，是不是？今天跟大家聊聊评论。我看有新关注的小伙伴，咱们这个节目是4天一个周期，第4天就跟着我的训练一起，第4天呢我会回复评论，有的评论呢我也会文字回复您，还有其他平台小伙伴写邮件的，我也邮件回了您，都感谢各位。之后这周日17号是在大阪城有一个接力马拉松，我去看，但是哔哩哔哩应该是直播不了，因为哔哩哔哩就如果我不在国内的话，好像不能户外直播。虽然我看也有这么干的，但是他说不能了就算了，只能在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一边录像一边直播吧。这麦克风这么别着还是挺有意思的，看着是不是？回去看看收音怎么样，好吗？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一切都好。31号有比赛的，24号有比赛的，都一切顺利。就算您现在有伤，今天14号时间还早，没有问题的。就算您现在生病了，现在14号时间还早，没有问题的。跑步的人心态永远都乐观，可能会有一时的拧巴，但是很快会把自己拧回来的，行吧？那这么着，咱们加油干，咱们下回见。